以将救下的复制体设定与你同级。你若能经受住它的考验，就能获得巨大提升。嗨，救下，好久不见了。是这样啊。救下前辈似乎和多一前辈不一样啊。行吧。还是舅哥靠谱。小子，先试着在我手下撑过1分钟吧。快不过进攻的人，你该创造自己的节奏。感谢前辈赐教，那就让我们开始下一个回合吧。轮回战开始。下一场，罗峰对阵纳比尼。罗峰，我苦练3年，这一次就让你见识到天才与凡夫之间的鸿沟。开始。他是罗峰，不可能，短短3年不可能精进到这种程度。我明明日夜苦练，怎么与你的差距却越来越大？纳比尼淘汰，罗峰轮回战9374场全胜，成功晋级为前5宇宙国前1000名，进入天才战第2阶段。你是一个善于制造惊喜的对手，罗峰。罗峰不过一个地球土著，怎么可能击败纳比尼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布洛林，你若一直被情绪左右，何时能成为真正强者？这罗峰确实是天才，
3、2、1。恭喜三弟，晋级天才战士第2阶段。哈格雷夫。 罗峰，我奉黑龙山帝皇之命宣读声明：因你已成功进入前5宇宙国前1000名，现将银河系管辖权交予黑龙山公民罗峰，从此罗峰为银河领主。银河领主，我岂不是银河领主的大舅子？以后在地球可以横着走了。情况属实，哈格雷夫还不敢在黑龙山帝皇的圣谕上做手脚。看，最新的声明也已通报整个黑龙山星域。罗峰，恭喜你成为银河领主，恭喜！多谢降天真元帅，明玉先生。管辖星系，可不必修炼进阶，其中枝节繁复，若有不通之处，尽可向明玉问询。是。我居然成为了银河系领主。三弟，为了地球，为了太阳系，为了银河系，整个银河系几千亿颗星球，21万颗生命星球，想不到短短几年，罗峰兄弟竟然成了银河系的领主，而我。您购买的一颗生命星球已到账，已支付500亿黑龙币。主人，您怎么了？莎莎，你看，当初救下我的人，竟然已成为银河领主。我第一眼看到罗峰，就知道他绝非凡者。几次主动结交，我真是独具慧眼，目光如炬，高瞻远瞩啊！对不对？高升，高升！要是这次压罗峰兄弟赢，又是一笔大财，可你偏偏没有下注。真是个天才，正常就是天才。
哎呀！银河系，罗峰，我们看到了你的起点，却难以仰望到你的终点啊！这次决定了吗？谢谢你当初的建议。三弟现在已为银河领主，我也可以暂时放下重担。好，期待下次相见时，我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你。宇宙再会。让我拍个照，就这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大哥，你真的要跟洛走啊？老三成为银河领主后，部落里已无法对地球构成威胁。看我的！继续留在地球，无助于成长。我可不想有一天，连你们的忙都帮不上了。大哥决定了。好，我们支持大哥的决定。2万年，一直以来，我拼命修炼，是为了能与您并肩。但还是追不上您的脚步。即便相隔1万光年，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们抬头仰望，看到的仍然是同一片星空。我想，这也是一种永恒。弟弟月老，此去路远，江湖再见。地球主权已经无需担忧，老三，你可以轻装上阵了。的确。但和全宇宙最强的天才们比拼，是绝无仅有的机会。我不能有一丝懈怠。你终于来了。通过拍卖所得的魔杀族皮肤孕育的分身，快要完成了。
谓能量生命没有固定的外形。虽然等级上不如金角巨兽，但也有宇宙级2阶。体表密纹蕴含着空间本源法则的力量，在密纹加持下，我记忆中龙君分出换身的情景，细节愈发清晰。而这些细节能帮我突破修炼绝对空间时的瓶颈。此前，我只能生成没有实体的残像，而现在，我也能和荣君一样，分出具备作战能力的幻身。罗峰在变得难以命中的同时，还通过幻身丰富了进攻手段。就差小心前辈地位不保哦。娃娃他，你别捣乱，他们出招就是上破绽，上兵我还早着呢。我杀作为神，这是比你的人类身体更明显，暂时依旧弥补不了我们之间的力量差距。还没有结束。虽然我人类形态只能施展出5个幻身，但金角巨兽形态却能施展出9个。前辈，请指教。罗峰作为银河领主，麾下有21万颗生命星球，势力规模远胜于我。继续留在敌国境内，只怕会被清算。主人，我通过庞大的数据和智能算法进行逻辑推演，并得出结果。对您而言，最佳方案就是离开黑龙山帝国。主人，外公，刚才三府山成员向帝皇报告，控诉我黄武团在界中界滥杀，要追究我们的战争罪责。罗峰成为银河领主，意味着三府山与黄武团的实力天平有所改变，三府山自然具备控诉的资本。目前
帝皇会顾及皇族颜面，不会偏向三府山，除非罗峰继续打出风头。我的金角巨兽已经是宇宙级9阶，魔云腾达到了宇宙级6阶，而我的人类分身也达到了恒星级9阶，而巅峰对决的日子就在眼前。一路走来，能从8225亿名参与者中成为最终入围的1000人，实属不易。红哥也终于走上了自己的修炼之路，那我更不能就此松懈，因为整个宇宙，总共1008个宇宙国的天才，都汇集在此。我要做的是和这些顶尖天才们同台竞技。对他你信吗？死神博兰，外界在传，有位名叫博兰的天才，实力是本界无可争议的第一。原来就是他。大明星，受到万众瞩目的感觉如何？南卡星乌卡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哼，这位姑娘倒是挺大方。她是满卡星的公主乌卡，不仅天赋高，而且性格讨喜。相对的，天才中还有一位令人避之不及的存在，那是幻魔加莱西。据说他从头到尾都没出过手，只看了对手一眼就将其击败，需多加小心。是那个梦罗一族的女孩。我记得梦罗一族有个叫光剑爱臣的，实力非常可怕，有冲击前10的潜力。竟是这么温婉恬静的女孩。
竟然是九剑尊者主持比试，他当年参加天才战，就是那一届的第1名。以尊者为名号，他的级别可是在不朽之上的宇宙尊者呢。宇宙尊者，那可是能统领宇宙国的存在。统领宇宙国，1008个宇宙国，每个国度各出1000人，共计1008000名天才。欢迎你们参加天才战第2阶段选拔。你们当中最强的1000人，会成为我公司的核心成员。在场的都是一路拼杀出来的精英，结果入选的只有1/1000。比试内容是闯试炼塔，一共7座试炼塔，每座试炼塔有7层，对阵的敌人各不相同。闯过越多的层数，就能获得越多积分。在一座塔内死亡，视为该塔闯关终止，可继续闯下一座试炼塔，直至全部闯完。最后以总积分排名选出7300人入围，其余人全部淘汰。现在，试炼开始。试炼塔第1座第1层，血毛猛犸1万头。考核开始。闯塔杀敌，感觉又回到了精英训练营的时光。第一次见到大哥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他正在数10万光年之外努力修炼，我也不能落后。第2层，第3层，第4层。每上一层，敌人的防御、攻击速度都在呈几何级增长，进攻越来越变化莫测。全部7层也并非易事。第7层。第2座试炼塔，有头蟒蛇1万头。
快，一上来就冲在第一，而且只有他冲过了第一座第7层。他积分升得好快，已经远远将第2名甩在了后头。因为别的人还在闯第2、第3座塔，他已经在备战飞鸿了。扰乱我们前5宇宙国的荣军和罗峰，差距有点大啊。将与往届这次还加入了其他族群的敌人。人族与外族战事不断，稍有失利，就会牵动整个族群的命运。天才战的选拔不只是为考核，更是为将来的族群战争挑选出合格的战士。他们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不同的敌人。第5硕士实验塔，机械族重演100句。为何这座塔的敌人给我一种心悸的感觉？这在之前不曾有过。试炼塔第7座，重组母巢。这是第31号国民遗迹，这也太像了。如果它真是重组母巢，那又为何会出现在地球？
洲战士智慧低下，但进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。在风潮意识的驱使下，哪怕牺牲多半成员，他们也不会退却。真正核心。徐心，徐心。如何灵者，无论相隔几亿光年。怎么了？徐心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面对他的精神攻击，我竟一时陷入恍惚。对岸的后者辛苦的凝视，仿佛来自宇宙深处。这里屏蔽了外部信号。我得用分身联系巴巴塔，让他明白。巴巴塔，31号国民遗迹是怎么回事？他的确是虫族母长啊！是主人在人类疆域外的战场上与虫族拼杀后拿到手的，却不料有人类的不朽强者为了抢夺虫族母巢，一路追杀，他因此身受重伤。为保住虫族母巢，最后将它藏在地球。虫族母巢竟然能引起不小的机遇，那为什么当初诺兰山没有打他的主意？我搜索过阿图卡的记忆，发现一条被隐藏很深的数据。诺兰山也曾非常关注这个母巢，但他经过观测后，认定风险系数过高，严禁诺兰卫接近。恨不得挖空地球保护的诺兰山，就这么放弃了。那虫族母巢的等级到底是多少？借助级。你在试炼塔对战的母巢，大概率是经过削弱的。即便是削弱后的母巢，也仍然可以无限产出虫族战士，利用绝对数量优势将对手淹没，而借助其虫族母巢，甚至连诺兰山都避之不及。巴巴塔有没有办法消灭？以主人的强大，也无法摧毁。他现在正陷入沉睡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这
对地球而言，绝对是个定时炸弹。万一他被唤醒了呢？那不正是你在试炼塔里经历的吗？你就在战斗中寻找应对办法。诺兰已经开创第7座试炼塔最后一层了，荣军乌卡等天才也不遑多让。反观罗峰，排名一直停滞不前。罗峰面对的虫族女王精神念力的数值有些异常，查询相关异常现象。根据系统日志，近5万年内与数值相关的异常现象共有3次，其中2次的调查结果都指向外部入侵。苍伯，即刻命人检查系统。虫族女王作为母巢核心，是首要的斩杀目标，但她有虫族战士和虫族母巢的双重庇护，只要有一点反应时间，就极能命中。那我只能找出比眼神变更快的攻击方式。首先，要佯装与虫族战士陷入酣战。虫族战士的舍身冲刺，往往是为女王的攻击提供掩护，而我正是等待这一刻。那就来试试这一招，火焰。精神攻击并非你的专属，现在我便要用脉冲回应攻入你的体内。这些光球似乎正是虫族女王的能量核心。好强的精神力！脉冲回音！快被大量的记忆淹没了。虚拟对手不可能有如此鲜活的记忆，血腥味。尊者，我们在系统中发现了骇入痕迹，初步推测是对方通过意识上传的方式，替代了我们系统中原有的数据模型。目前异常已及时排除，但篡改者的位置还需进一步追踪。外族的渗透程度远比想象中要深。这位虫族女王早已超出了系统拟真的范畴，仿佛是完全真实的存在。
让摄人心魄的真实感消失了。佛兰止步于第7座第6层，积分远超后面的选手，果然是压倒性的强大。现在还没有出来的只有罗峰。与重组战斗的时间越长，我便能获得越多的信息。每前进一层，母巢的战力都翻数倍，正好是战斗预演的好机会。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帝皇的天平就会完全倾向罗峰和三浦山了。黑龙山帝皇圣谕，念哈格雷夫管理皇武团多年，辛劳有加，现调遣3名界主担任副帅，驻管要务。部落灵则擢升为皇家礼仪团团长，明日赴任。把我调去闲职，又派人架空外公，这背后肯定是三府山在施压。区民间组织，因为一个罗峰就让皇帝妥协。外公，我不甘心。不甘心也要忍。罗峰距离踏入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只有1步之遥，以帝国的体量是万万得罪不起他的。主人，飞船即将离开黑龙山帝国境内。弱肉强食是宇宙的铁律，确实是铁律啊！三弟，恭喜你！现如今的罗峰，让我更想与之一战。试炼塔选拔正式结束，排名在前1000名的选手可进行天才战的最终选拔。接下来，选拔采取单败淘汰制，公司将会对参赛者进行随机分组，单人对战，1场定胜负，胜者可继续参与角逐。以下为最终名次奖励：101至1000名，或10会员奖金，入末世空域；11至100名，或100会员，入天地空域；3至10名，或1000会员，入太初空域；12名，或10000会员，入原始空域
一混元相当于1万亿宇宙币，3300万亿前无币，而换算成黑龙币就是332万亿，而入选者的保底金额是他的10倍。奖励内容还写着4种空域。宇宙演变时，会生成一些不符合常规的特殊区域。4大空域就是经过虚拟宇宙公司改造，以培养天才为目的的特殊区域。上述区域内遍布奇异宝物，当然也伴随着危险。公司的录入名额总共1000人，通过试炼塔选拔的，最终都能进入公司。对我们这些淘汰的人来说，无论分数高低，都让人羡慕。虚拟宇宙公司向来不是供人一味潜修的世外净土，千万年来，公司曾接纳无数天才，但至今仍旧生还的10不存1。每人的死因不一，但将近半数都是在人族与外族的战争之中牺牲。域外各族一直没有减缓入侵的脚步，公司要培养的正是能抵御外族的天才。请各位做好觉悟，最终选拔很快就会开始。抵御外族，它的紧迫性，我已深刻体会到。经过监测，目前母巢处于深度沉睡状态，暂时无虞。我向各国首脑建议，暂不对外公布信息，以免引起恐慌。引力波接收测试成功，这样一旦母巢内有细微的变化，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提示。这里很危险，你们不必亲自过来一趟。如果重组母巢苏醒，地球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武者有武者的职责，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义务。许沁，老三，你安心准备比试，这里就先交给我们。巴塔，在试炼塔中，我发现对付虫族女王最有效的办法是用魂印对其进行精神攻击。但地球上的界主级女王，连呼延博老师都无法控制，那我……只有获得更高级的精神类秘法，才有几率将其控制。不过，此种等阶的秘法，存在概率最高的场所就是原始空域。原始空域，那我必须尽全力去争取。宇宙巅峰天才战总决赛现在开始。
天才战16强，他接下来的对手都将是天才中的天才。楚国兰果然没错，场场一击必胜。我们金兰宇宙国的最强天才，竟然被前无的荣军给灭了！陇云，蓝亭宇宙国这次的选手很稳行。战争有准备，我们有下水。下一场，罗峰对战加莱西。这加莱西的幻术攻击也太诡异了，次次只要一眼就能击败对手。他的精神力极具攻击性，听说有人与他交战后，现实里也出现了精神异常。希望3弟能应付得来。我的意识强度在同阶算得上很高了，但对上他的眼神，竟依然觉得惊心动魄。幸好我有虚空之塔防御灵魂核心，应该不至于被他轻易攻破。就以武力优势，速战速决。我的意识强度在同阶算得上很高了，但对上他的眼神，竟依然觉得惊心动魄。幸好我有虚空之塔防御灵魂核心，应该不至于被他轻易攻破。就以武力优势，比赛速战速决，开始。即便你有精神防御手段，我的相位操控术依然能渗入你的心灵深处。这是地球上的虫族母巢。心目中最恐惧的事物，它会摧毁你真实的一切，甚至将你的精神彻底击溃。阿峰，明明做了防御准备，为什么毫无预兆？我就不该心存侥幸，继续参与天才战，我就不该离开。加莱西又要赢了，真无聊。天才战。
他抵抗加莱西的相位操控术吗？没错，我正在参加天才战，这是幻境，我不能沉浸于悲伤中，必须马上醒来，赢下比赛，让这一切永不发生。回想起来，大格尔克传授给我的心境修炼法。老三，快进去！怎么醒得这么快？同样的伎俩对我已不再有用，接下来就看你的雷洛身躯能否承受这一击。刺天式！天哪，这都能反转！这罗峰的意识强度得有多高啊？要不下次压罗峰？太强了！比赛到现在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加莱西的幻术失效。罗峰，真期待与你再次交战。哥也太帅了，这下进了前8强，奖金至少有1000会员。爸爸当主意！罗峰先生，您好，我是艾辰，我关注您很久了。艾辰小姐，见识诡谲难测，光剑的名号无人不知。您跨入了金域空间法则门槛，精神力强大，擅长面力兵器高速攻击，且能施展幻身，属实不可小觑。只可惜，您的对手是我。罗峰先生，很期待接下来与您的对决哦。他在先前的对战中总是轻巧获胜，从未使出过全力。你好，不知还藏着怎样恐怖的底牌。罗峰先生，您看起来很紧张，就让我帮您尽快解脱吧。哇！比赛开始。利用光线扭曲来隐身作战，这就是他的底牌吗？幸好大哥修炼的也是光线法则，经过先前的特训，我已经能依靠念力精准感知光的异常波动。成功了！现在该轮到我主动出击。他的杀手锏竟然是时间法则。静止的时间虽只有极短一瞬，却足以使我的所有攻击都失去意义。他竟然将第二法则藏得这么深。才恒星级就能施展时间静止，强大的海晨小姐真是太迷人了。完了，各项数据计算得出结果，罗峰失败的可能性为99.93%。再次使用时间静止，将我直接击败，说明这招他无法连续施展。
但我承受不住他时间静止下的再一次进攻，只能趁此机会赌一把。罗峰先生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要上喽！搏一把，四天师。您的攻击很强，但很遗憾，在凝固的时空中，再多的变化都只能沦为失败的装饰品。再见了，罗峰先生。迈出火焰。好，再见。罗峰胜，晋级巅峰天才战4强，获得半决赛资格。三弟真是好样的。可是你接下来的战斗，我下一站的对手将在博兰和荣军之间决出。他们一个是曾经战胜过我的对手，一个是试炼塔的第1名，被外界推测必定夺冠的第1天才。不管他们谁胜谁负，对我来说都极具挑战性。博兰，是不是觉得他很孤僻？传闻这博兰自幼孤僻，自闯荡宇宙起，不结队，不攀附，惯于孤身犯险。他曾在三角座星系 NGC604 区域的一颗土著星球驻留数月，只身闯入多个星际殖民者据点，前后共杀死5万余名战斗人员，致使对方的入侵计划彻底破产。博兰的死神名号也由此流传开。面对当地土著的感谢，他却淡然表示，自己不为正义，只为极致的战斗体验。是个纯粹的战士。本来我很期待与波兰一战，不过现在这个机会很可能是你的了。荣军对战博兰，比赛开始。博兰胜，晋级巅峰天才战4强，获得半决赛资格。既然这么快就分出了胜负，接下来我要对战博兰吗？荣军，博兰的强大，但这也更加激起了我的斗志。罗峰，接下来看你了。我很想知道，
曾经与我实力相近的你，能与博兰战到何种程度？我必将全力以赴。努力！在试炼塔中，这个龙岩虽然也排在前100名，但却是50名之后。想不到竟然不声不响闯到了4强，绝对不容小觑。明天的比赛将决定我能否进入原始空域，尽早获得秘法，解除重组母巢的危机。我必须赢。罗峰算是走到头了，对上谁不好，偏偏对上了博兰。罗峰兄弟，这次我就不压你了，但我也不会压博兰。做兄弟的只能这样支持你了。